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咱们在这里呢，说一个关于中国出生率的问题啊，就是中国人不想生孩子，到底什么原因呢？自2016年中国取消了二胎的计划生育以来，经历过短暂的生育高峰，但是呢，这几年可以说是每况愈下。所以中央也比较头疼啊，就是怎么样提高中国人的生育率呢？然后有各类专家学者出来献计献策。比如说，我们看这位专家怎么说的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不结婚呢？就是俩字：萝卜要上树，嫌缺。生一胎的人如果罚10万，生二胎的人罚100万，生3胎的人讲别墅，大家都开始生了，这样就会解决出生率低的问题，解决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的问题。这位专家呢比较大胆，但是他的政策可不可行呢？听起来好像蛮美好的，但是这钱从哪里来？比如说，生一胎10万，二胎100万。3胎1栋别墅，这钱从哪里来？国家的税收有那么多钱吗？对吧？所以我觉得光是喊口号不行。另外呢，在网上有人说，只要中国解决了什么医疗、教育、房子、养老这些问题，那么中国人肯定敢生了。解决了这些东西，真的大家都会生吗？我觉得并不一定。刚好呢，今天在德国国家电视1台有一则最新的新闻，德国的生育率，妇女生育率现在下降到2009年15年来的最低点。现在每名德国妇女她的平均生育率只有1.36。我在网上查看了一下，可惜呢没有官方的数据，好像中国育龄妇女她的生育率是1.3左右，也就是说比德国的相差不远啊。相对来说啊，德国各方面的政策扶持非常的到位。我是说相对啊，等一下我要细说一下。可是即使这样，德国妇女的生育率也是世界最低之一。而且在德国是这样啊，就是它的妇女组成与中国不太一样。中国相对来说它是非移民国家，又是民族比较单一的。我们中国有56个民族，对吧？但是实际上呢，汉族还是占90%以上。然后其他的，除了新疆西北那边少数民族，可能与中国这汉族呢区别比较大。其他的少数民族，比如说呢，在我们广西，虽然有什么瑶族啊、壮族啊等等这些族，但是总体来说，我觉得从文化来说，与汉族主体文化这几乎没有区别。所以我说还是属于比较单一的民族。而德国不一样啊，这几十年了吧，引进了不少的移民。然后呢，德国的移民或者有移民背景的人口大概占德国的，有人说是1/4，有的说至少是10%以上，反正就是在10%到25%之间。你看怎么样理解这移民这个词啊？所以我们看德国妇女的生育率啊，1.36，要分开来看。像德国和欧洲，他们这民族背景的妇女以及移民这些妇女的生育率完全不一样的啊。比如说，从1960年左右以来，引进了不少土耳其的客工，他们一般来说不是在德国本地讨老婆，而是呢回到他们老家，比如说到某个村里找一个人把他带过来。像这种啊，他们的生育率是极高的。还有德国有不少的所谓的难民，他们是从中东、从非洲来的。中东比如说包括近东了啊，比如说像阿富汗呀、伊拉克呀、叙利亚啊，什么利比亚啊，又加上非洲这些人，对吧？他们这些妇女的生育率其实挺高的。我没有那个统计数字啊，但是我目测应该是每个妇女育龄妇女可能有2到4个小孩左右，而真正的德国或是欧洲妇女，她们的生育率相当低，可能在1个左右。所以如果你这样看，那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对吧？有这样个大趋势吧？我刚才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首都这个广场呢，我拍了一下，他们这小孩也特别多，不知道是今天学校带这些人出来春游还是怎么样，反正小孩挺多的。然后呢，我想展开一下，我觉得哈，就是在全世界有这样一个规律，就是经济越欠发达的地方，一般来说妇女的生育率越高，然后呢，经济越发达的地方，那妇女的生育率反而越低，这是全世界可以观察到的现象。比如说我们从中国来说吧，这里有个统计数字，大概是这样：越往南越往西南，
中国人的生育率就越高，越往北、越往东北，生育率就越低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东北那边是气候的原因，另外一个呢，可能是人口流失的原因。因为我听说东北的很多人口流失了，这几年经济不是特别好嘛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到像上海啊这种大都市，北京这种大都市，甚至呢连1都不到，生育率非常低。上海最低了0.74%左右，东北也是一般都不超过1。然后我们再看，像贵州啊，还有广西啊、海南呀、西藏、云南以及甚至广东，生育率全国比起来相当的高，特别是云南、贵州、广西、海南、西藏，对吧？非常非常高。不过有一点让我意外，就是那个新疆的生育率反而只有1左右，为什么那么低呢？可能知道西藏的朋友呢，可以介绍一下。我没有答案啊。然后我们再看世界，大家看看啊，像印度这些年他们的生育率其实降低了很多，但是他们的生育率还是比中国高很多。什么孟加拉国啊，还有穆斯林这些国家，加上非洲，他们的生育率都是相当高的。特别是非洲啊，有的可能生育率甚至呢有5、6个、6、7个，这跟中国完全不一样。还有，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啊，生育率也是相当高的，一般每名妇女可能有3到4个。比如说当时啊，我们家有4个，我是最小的啊，我是老4。在我们当时是属于平均吧，不高也不低，一般都有3个左右，多的可能有5、6个，就是我们那代人啊。因为那代大家也知道，就是中国的经济水平处在可以说是世界垫底的水平当年啊，所以就是越穷越深嘛。目前大家观察到也是这样，对吧？你看，相对来说，贵州啊、广西啊这些地方的经济水平就是比较低的，所以呢，生育率比较高，加上可能有气候的原因吧，我认为啊。具体到小圈子，我们广西的我认识的，因为我是农村的啊，所以我觉得这观察更有意思。比如说我们家的侄子啊，还有侄女，他们一般来说都生2个，甚至有的家里劝他要3胎。目前呢还在做思想工作，因为农村一般来说老人呢可以帮带，这是可能一个优势吧。那是不是像很多网友说的，如果是中国解决了什么医疗、教育、房子、养老问题，中国人一定会生呢？生可能会生，比现在多一些，但是呢，也别指望突然很多人会生3胎、4胎，这样不可能。因为现在的人，中国的经济水平已经发展到一个高度了，一般的人呢，特别是妇女，她不会喜欢要那么多孩子。我认为啊，如果从政策来说，国家要考虑到，比如说生育、养育以及教育的成本，这3个成本非常的重要。然后从政策扶持，要创造比如说生育友好啊、儿童友好，还有家庭友好的这种社会环境。首先我们看生育友好，中国是不是生育友好型的社会呢？我认为不是。比如说啊，最简单的一个产检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了解的情况绝对是真的。产检在中国是一笔很大的开支，因为我家里有人啊，我知道他们从怀孕到生产，这大半年，差不多1年，对吧？产检要好几次，在我们小县城啊，产检的开支大家要知道吧？大概有6000到8000左右，这是我掌握的数据。6000到8000，即使是有工作的人，也相当于他们大概2个月到3个月的工资了，对吧？不吃不喝，这是不是一笔很大的家庭的负担呢？对吧？你去医院生育的话，还要花几千块钱，也就是说，从你怀孕到生下来就要花1万多块钱，这是一笔不小的那个经济负担了。所以生育成本是很高的。那么养育成本，我们都知道，就中华文化圈的人，就是特别注重教育。从出生要请月嫂，一直到大学毕业，家庭啊都在支出，对吧？所以养育成本是非常高的。当然，刚才说的养育成本，我认为也包括教育成本在里面。养育教育，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。如果这些开支不降下来，国家
的想法再好，这些老百姓也不敢大规模的生。生育友好，刚才说中国说不上是这样一个社会。那么儿童友好呢，我认为也不能算。从托儿所到幼儿园，现在公立幼儿园只是给城镇的人，而且它的数量不多，可能只是政府的工作人员，就是所谓的机关幼儿园。我认为啊，公立幼儿园相当于一种特权。然后呢，很多私人幼儿园可不是福利机构啊，它以赚钱为目的的。比如说，在我们县城现在，幼儿园有多贵？只是一个学期大概4个月左右，它也有寒暑假的。一个学期，在我们县城大概是5000块一期，也就是说1年至少幼儿园1万块钱，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呀。在我们村里的幼儿园，现在1个月也要600块钱左右，这也不低呀。然后儿童这种游乐设施比较欠缺，对吧？即使有，也全部是以赚钱为目的的。有什么儿童游乐场啊，私人办的，还有什么那个婴儿游泳馆啊，这都是按小时算钱的。这样算起来，其实这种育儿成本啊，已经很高了。所以儿童友好呢算不上，家庭友好也算不上。我觉得中国的法律还是有点欠缺，比如说有些雇主啊，就是公然的歧视适龄的妇女。当然我也理解，就是作为一个雇主，我也想呢，请一个已经生过孩子的、没有养育压力的一个女性到我的单位工作，这样我的支出就更少，我的人力资源就更好用。但是另一方面呢，中国的法律好像允许，招聘广告上面会写着，比如说咱们公司这个位置呢是要已婚妇女，年龄比如说在25到35岁左右，这样公然歧视的是允许的，在中国，在西方国家简直不可想象啊，带薪的产假就更少，等等等等，特别是私人企业。而在德国是一致的，不管是你私人企业还是大的那个集团都是一样，国家有法律规定。所以这点呢，我觉得我们不得不承认，至少我在的德国，从家庭友好、生育友好来说，要比中国好很多。另外，中国的教育是普及9年的义务教育，我认为呢，也到了要改革，也就是要延长义务教育的时候了。德国呢，义务教育可以告诉大家吧，是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的硕士、博士毕业都是免费的义务教育。这点我觉得中国呢也可以向人家所谓的发达国家学习，对吧？人家长处的地方我们要虚心接受。像这个我就觉得啊，中国可以值得向德国学习。教育方面，他们投入很大，就是让老百姓没有生育、没有教育的压力，没有养育的压力。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。说到养育，德国呢还有这样的政策，就是从小孩一生下来，一直到他，比如说18岁或者是25岁，25岁呢是25岁还是27岁，我忘记了啊。上大学的是到25或是27岁，如果是不上大学的，就是去做职业培训的，一般是到18岁，他出来工作之后呢，就没有这个儿童费了。儿童费1个月大概是250欧元左右。大家注意啊，德国的平均的工资收入是2500欧元，有工作的人，而一个孩子他就可以得到250欧元，也就是说，孩童的补贴相当于他纯工资的1/10，这也不错了。就相当于在中国，你每个月得到生育补贴，比如说300到1000块钱左右，对吧？看各地方的经济水平不同，一个月300到1000块钱的补贴，特别是1000块钱也不少了。所以呢，如果是中国能够实行像德国这样的生育补贴或者这些福利，我觉得还是可以提高生育率的。与中国对比，我觉得德国有些在孩童方面、生育方面、养育方面有一些福利值得中国人借鉴。比如说啊，我细说一点，德国呢，从产检一直到生，比如说产检是完全免费的，另外到医院生也是免费的，还有什么奶粉发给你，还有尿不湿，你什么都不用带，就是孕妇和她老公一起去医院就可以了。在德国是规定啊，
就是孩子的父亲在生产的时候也要到场。我觉得这点非常好，让父亲看看一个妇女生孩子有多辛苦。这点我不知道中国可不可以借鉴，我认为呢应该可以借鉴。为什么在中国要把这个父亲挡在门外，不准这父亲进去呢？在德国是这样啊，就是准父母一定要去上生育课，然后呢还要去上接生课。生产那天，那个老公一定要站在老婆的身后，扶着她，这样给她鼓励啊，或者给她一个依靠啊。我觉得这种心理上的这种慰藉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。那中国可不可以向德国学习这一点呢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德国特有的现象啊。至少我掌握的信息来看，中国目前是没有普遍实行的。一般来说是把老公挡在门外。产检在德国不用花钱，生育孩子呢是免费的，对吧？然后生产之后呢，那接生婆还会去你家里去辅导你，辅导几次也是免费的。还有呢，每个月前面提到每个孩子大概250欧元左右的牛奶金也好，孩童费也好，反正呢相当于一个全职工作人的1/10左右的收入，每个月的补贴，一直补贴到孩子成人，甚至呢大学毕业，这种条件相当的优厚了，对吧？那咱们中国可不可以也借鉴一下呢？这是我抛给大家的问题啊。德国呢，从生育来说，它至少解决了医疗以及教育。医疗怎么回事呢？就是一个家庭，如果呢有一个人出去工作，那么其他家庭成员可以免费参保，是不是这样全家的医疗就解决了呢？你有病的话，不管什么病，器官移植也好，就不用另外自己掏钱了。所以呢，在德国是不用担心这个医疗问题的，也就是说医疗问题解决了，教育问题我们刚才说了也解决了，因为呢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的博士毕业都不用缴费。幼儿园有点例外，它是按照你的收入来收费的，你的收入越高，收费也就越高。如果你的收入低，你的孩子多的家庭，甚至幼儿园是全免费的啊。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德国的教育啊，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毕业，这点我认为非常非常好。德国弱势群体还可以申请廉租房或者免费的房子，所以呢孩子多的家庭在德国呢是有很多的优惠的。这也是为什么你看源源不断的所谓的外国的难民跑到德国来，还有中东那些人，他们妇女生一堆跑到德国来。我听说啊，有的那种比如说土耳其家庭啊、叙利亚家庭，他就是来到德国之后生6、7个，父母双方都不用出去工作，国家养着他们。我没有遇到这样的例子，我是听在德国的网友反馈，就是说如果是他一对夫妇生了6、7个孩子，就夫妇双方在家带孩子，每个月他们家庭收入大概有6000到7000欧元。注意啊，6000到7000，如果是真的话，比2个人全职出去工作，他的收入还要高，对吧？前面说了，就德国工薪阶层，他们平均的中位税后收入是2500欧元左右。如果2个人出去工作，那就是5000欧元。但是这个家庭他有6、7个孩子，不出去工作，国家养着，有6到7000欧元的收入。哪个外国人如果是看到那么好的这种福利条件，不跑到德国来呢？对吧？即使这样那么优厚的条件，德国妇女同样不想生。所以我觉得就是前面网友说的或者专家说的，奖励多少，或者解决了医疗教育什么这几座大山，然后呢中国人就猛生了。从目前比如说德国例子看，不可能，对吧？另外呢，日本这种生育补贴也非常优厚的，你看日本的那个生育率也很低呀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认为还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到什么程度，它的相对来说妇女的解放、妇女思想解放的程度，等等等等很多因素，不光是国家在资金上的扶持。而且目前中国这育儿成本那么高，不仅有政策上面的原因，比如说很多都是商业化的，公办幼儿园太少，然后私立幼儿园就是商业化，对吧？还有呢，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民族性，
这跟这个什么体制啊、什么政策没有任何关系。中国的民族性特别注重教育，然后呢特别爱攀比。比如说家长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总是谈论自己的孩子成绩怎么样啊，对吧？然后去参加这个兴趣班、那个培训班的，大家都不想输在起跑线上，然后就形成一种全民拼这种模式，非常不可取。家长也抱怨，但是呢，大家都怕输在起跑线，都怕输给对方，所以拼命啊，带孩子去报这样的班那样的班，搞得大人累，孩子也累。我认为是太拼了，这真的是中国的民族性，你怪不了政府，只能怪自己啊。我总结下，即使像网友专家们说的，解决了什么医疗、教育、房子、养老等等这些大山，也不能够完全保证中国人就一定想生育了。但是我觉得，至少呢，可以在很多方面从政策方面给予扶持，这样应该能提高一些生育率。但是如果是光是抱着我的政策到位了，然后中国人就猛生了，这也是异想天开，不可能完全像执政者想象那样中国人会去生。有的网友也说，也不用担心大家不生孩子，因为呢，今后很多工作都可以用机器人来做了。但是另一方面，一个国家经济发展，缺了人也不行，对吧？没有人就没有消费，没有消费，你这个国家经济怎么发展？所以呢，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啊。因为机器人它只是工作，它不消费啊，对吧？除非你对机器人征税，今后可能也会有机器人税。相当于一个人头税一样，可以增加一些税收，但是消费那项还是缺少了。好了，今天我从中国和德国这两边说了一下中国生育、养育孩子这些成本或者是压力，以及为什么中国生育率低，如何提高中国生育率。那德国有那么优厚的所谓的福利，为什么德国妇女的生育率还那么低呢？如果是撇开移民和德国本国人的话，那德国妇女的生育率甚至比中国还要低，他们的福利条件已经相当好了，甚至还比中国低，这是一种无法解释的现象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把今天的话题抛给大家，大家觉得怎么样才能提高中国人的生育率呢？我认为啊，中国人不要怕多，应该更多，这是我目前的观点。我认为啊，14亿人还是太少了。另外呢，我还鼓励呢中国人想移民到国外去，打拼，占领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土地，还有他们的人口，而且到当地之后呢，积极从政，之后也许呢全球就变成一个华人的世界了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对吧？所以想润就润出去。非常感谢大家，希望大家呢积极参与讨论，谢谢，我们下期见。